嗨，大家好。随着93阅兵的临近，大家的心情也是越发激动起来。不过，对于绝大部分普通网友来说呢，看阅兵的装备往往热闹大于门道。为了便于大家在9月3日当天可以一窥阅兵的唐奥，本期视频呢就结合2019年的国庆大阅兵，为大家科普一下阅兵需要关注的重点。首先，专有名词，我们看到阅兵中海陆空军装备的载具，也就是下面的卡车上都会漆上诸如 LZ、HZ、WR 等字样，并配以编号。很多人看到这些都一脸懵啊，并不清楚什么意思。其实这些并不是军用的正式编号，而是专门为了阅兵用字母和数字组成的编号。比如 LZ 是陆军作战的缩写， HZ 是海军作战的缩写， FK 代表防空反导， XZ 代表信息作战， WR 是无人作战， HF 表示后勤防化， ZL 则是战略打击模块的缩写。当然了，这些编号也并非一成不变，像2015年抗战胜利7周年那次阅兵呢，陆军方阵就用 TJ 来表示，意为突击的意思。到了2019年国庆大阅兵时才改成 LZ。 而从这次阅兵彩排所传出的谍照来看呢，如4代坦克 ZTZ201 下面编号就是 LZ， 看起来是延续了19年国庆阅兵的模式。2019年那次阅兵呢，编号从 LZ101 到122，出场的是 99A 主战坦克，外形特征与前几次阅兵没有多大区别，顶多是小改款。但今年的阅兵主战坦克这一块的焦点自然都会聚焦在4代坦克 ZTZ201 身上了。最关键的是，它的炮塔将首次采用无人炮塔，在阅兵时将如何展示炮兵 VR 操控，将是一大看点。而后从 LZ201 到202履带指挥车，203到210为15式新型轻型坦克， LZ211 到218为04A 式履带步战车，303到318是05A 式两栖装甲突击车， LZ403 到418为轻型履带步战车，也就是俗称的伞兵战车。以上这些呢，本次阅兵应该都会有更新换代，尤其是伞兵战车肯定不会再是03式了，新型伞兵战车的主伞数量也会从4个增加至6个，到时候也请大家密切关注。再下来就是陆军的自行火炮方队， LZ503 到510为厢式火箭炮，此前展出的还是 AR3 火箭炮以及300和370毫米的火龙系列火箭弹等。不出意外呢，本次阅兵也将会同步升级。LZ511 到518 65A 式15毫米加榴炮。再下面就是反坦克导弹方队了，前面2辆 LZ601 到602是指挥车，紧接着的603到618红箭10反坦克导弹发射车。这东西除了反坦克，还能打低空慢速飞行的敌机，当然了，直升机更不在话下。再接下来就是特战方队，这种小小的呢是全地形车，后面的看着有点像直升机的样子的是空中突击旋翼机，不过它的桨叶并没有动力啊，而是靠机身后部的螺旋桨提供动力，前飞后气流在吹动桨叶旋转，因此它不像直升机那样有很大的螺旋桨噪音。陆军作战模块最后出场的就是武警方队了，前面的是反恐突击车，后面跟着的是防爆装甲车。不知道这次武警装备会不会也有新品出现。以上就是全部 LZ 的内容了，接下来 HZ 海上作战模块。一上来就是反舰导弹啊， HZ103 到118为鹰击 12B 岸舰导弹， 203到210是鹰击18， 211到218是鹰击18A 反舰导弹。一共只有3型，鹰击18系列还占了2个，可见当时反舰导弹的种类还略显单一。不过这次的93阅兵可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了，彩排时就已经被拍到了鹰击15、鹰击17、鹰击19和鹰击20，海上4大天王突然集体亮相，的确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不仅型号全覆盖，而且技术含量更是一个比一个狠。上次阅兵东风17的出现已经让西方专家睡不着觉了，这次直接把乘波底弹头搬到了海上，而且还悄无声息地搞出了冲压发动机的高超弹，确实惊掉了很多人的下巴。这个方阵在此次阅兵中大家要格外关注。再接下来反舰完了就是舰载防空，注意这是舰载防空武器啊，而非 FK 开头的陆基防空。 HZ303 到306是海红旗 9B 舰空导弹，307到310呢是红旗16舰空导弹，311到314是红旗10舰空导弹。海军最后出场的 HZ315 到318是万发炮，
也就是俗称的1130机防炮。11表示11管，30即30毫米舰炮。之所以叫做万发炮呢，也就是射速可以达到每分钟1万发以上的机防炮。以上这些在我军航母或驱逐舰上都是看得到的。再接下来 FK 就是防空反导模块。最开始的 FK103到118呢，是各型的防空预警雷达，波段从米波依次向下。而后从 FK203开始进入到地空导弹方队，首先是红旗 9B 以及红旗22，这两款涂装接近，样子也差不多。不过发射筒呈品字形排列的呢是红旗 9B， 而呈田字形排列的则是红旗22。红旗22也在2022年的时候呢成功出口给了塞尔维亚，而且我方还出动了6架运20，共飞了18架次，将红旗22运抵欧洲，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后 FJ303到310就是红旗 12A 地空导弹以及红旗 6A 弹炮系统。不过当年镜头一直都没有带到红旗 6A 的高炮，只拍到了导弹发射车。在后面的 FJ403到410是红旗 17A 地空导弹，这款武器是将搜索雷达、火控雷达和导弹垂直发射箱集于一身，通常伴随主战坦克等一起执行任务，为其提供防空掩护。最后压轴的就是红旗 16B 地空导弹了。当然了，今年压轴的肯定不会再是它了。以红旗19为首的反导重器，相信该到了亮相阅兵的时候了。再接下来的方队 XZ 为信息作战模块，这个方队呢，在整个阅兵方阵中呢，说实话，网友和军迷关注度并不高。但说它是鸡肋呢，也确实不太合适啊。一是因为这个模块与本人上学时的专业极为对口，也就是电子工程的通信方向。另一个呢，在战场中，信息作战体系也的确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个模块呢，你是看不到各种高精尖的武器的，取而代之的呢，都是一些各式的可折叠天线。具体作用呢，简单归纳就是干扰别人或者抵御别人干扰，进行侦察和信息搜集，以及卫星通信、测绘等等。相对来讲比较专业晦涩，在这里就不多说了。下一个 WR 无人作战模块，这个想必关注度立刻会直线拉升。2019年大阅兵那次呢，这个方阵可谓亮点最多。一上来的 WR103 和104就是两架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也就是无侦8。其火箭发动机的动力系统以及背部的两个吊耳都极具特点，当年还做过视频进行分析。接下来就是传统飞机构型的侦察校射无人机、小型近程侦察无人机以及中程高速无人机等等啊，没啥说的。这种更新换代最为容易。而后的 W203 是攻击2无人机，可挂载12枚空地导弹，打击火力还是非常强大的。不过当时是稀罕物啊，今年恐怕连登场的机会都没有了。接下来重磅登场的就是攻击11无人机了。新颖的飞翼式隐身布局的设计在当时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次阅兵看看能不能搞出个舰载版出来。可能是攻击11的出场太过惹眼啊，它后面还跟着4个小的反辐射无人机，压根就没人管了。当年连央视导播都给直接忽略掉了。再后面就是两型侦察干扰无人机了，一款上面天线多得吓人，另一款则没有。而最后压轴出场的就是 HSU001 无人潜艇了，当时确实非常新颖啊，让人眼前一亮。不过今年阅兵，它的压轴身份将铁定被取代，甚至它自己都不会再出现了，因为 AJX002 和另一款神秘的超大型无人潜艇彩排时已经被北京市民拍到，详情可以看一下上期视频。再下来就是 HF 后勤防化模块了，这个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啊。你可以从车身侧面的图案来辨别它们的用途，比如侧面画着水龙头和水杯的就是野战净水车，画着加油枪图案的就是运加油车，或者刀叉的就是主食加工车，画着红十字的就是野战手术方舱等等了。这次阅兵应该会有一些升级换代，不过图案大致就是以这些为主了。最后就是战略打击模块了。2015年那次抗战阅兵呢，这个方阵还叫做 EP， 也就是2炮。不过军改后改成了火箭军，后来的阅兵就都叫做 ZL 战略了。ZL103 到118率先出场的东风17可以说是当年阅兵最具震撼性的一款武器了，也成为世界上首款官宣服役的高超音速武器。其成波体的弹头和钱学森弹道的设计理念也成为后续几年多国模仿和研制的对象。当然这次阅兵关注点将放在它的升级款东风27的身上。
而后紧跟着的就是长剑100巡航导弹了。不过今年肯定是看不到它了，因为在去年就已经传出该款武器已经停产。至于为什么停产呢？军媒圈有句话叫做过于先进不便展示，同时还有另外一句话就是过于落后也不会再展示了。后面的 ZL303 到318就是核长兼备的东风26，东风27便是将东风26的弹头换成了乘波底弹头，也算是对东风26的升级改款。再接下来呢， ZL403 到418巨浪2型潜射导弹。当然今年如果巨浪3能上，巨浪2恐怕也不会再出现了。紧接着后面的就是东风31甲改，也就是东风31AG 弹道导弹了。2024年9月25日，中国曾经向南太平洋公海试射了一枚东风31AG，用以证明该款东风31的中级改进型已经将射程提升至12000公里以上的水平了。当时美国媒体一度还认为有可能发射的是东风5B 或者东风41。这两款我国现役射程最远的洲际弹道导弹呢，也成为当年阅兵最后出场的地面检阅武器了。ZL603 到610为紧急发射的东风5B， ZL703 到718则为压轴出场的东风41了。至于本次阅兵在洲际弹道导弹上是否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阅兵当天应该就会知晓了。好，以上就是给大家科普了一下阅兵方阵的构成以及部分值得期待的武器，希望对大家观看阅兵能有所帮助。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